帝把以色列置于这种紧急状况，必定有他完美的计划。在约珥书说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。所以第二个单元，我们来看在末日战争里面，神向列国的计划。在这末日战争，神的计划是什么？那在约珥书他有说到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，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割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。哇，这是上帝在号召诶，上帝跟约珥说，你要宣告万民，叫他们起来打仗诶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起来宣告万民。起来是什么？利用媒体，利用网红，利用网军，激动万民上来攻击以色列。要鼓吹列国把你投资在民生的建设，投资在道路，投资在稻米，投资在这一切上面的，你把它投资到战争的武器上面，甚至于那些恐惧不敢上战场的，都要鼓励他们勇敢上阵。因为神说，在以西结书说，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我一定会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、马匹、马军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神除了会利用政治媒体的力量鼓吹人上战场以外，神还会亲自调动哥哥的动向，让哥哥带着他的联军、弹药、装备整齐的下来攻击以色列。因为神已经定下了战争最后的目标和目的，神对这个末日大战已经有了完美的计划，并且这个计划的剧终，这个战争拉上落幕的帘子的时候，必定是外邦人都要认识耶和华神的威严神圣。那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的单元里面，我们有讲到末日以色列它的光景是什么，它是怎样的败坏，它是怎么样把金牛跟耶和华神混为一谈，它是怎么样的像挪亚的日子。所以上帝他必须来清除他的场地，在他降临橄榄山，然后要进入千禧年的时候，上帝必定要把在这块地上，以及在列邦列国的这块地上，那些不敬虔、不敬畏、那些亵渎神的这一些民、这些状态清除去掉。所以神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筛检，来分类谁是敬畏他的人。所以神对于他这幕后的这个场景，幕后的这个大戏，上帝有他的战略步骤，然后最后剩下来的人就是要与他一起进入千禧年的人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神的战略步骤是什么。首先，神会调动哥哥率领联军来进攻以色列。以西结书这边有说到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施、米舍、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、马匹、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波斯人、古时人和弗人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急促的陀迦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以西结继续说到了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，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，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，
你和你的军队，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，必如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首先，上帝已经把参战的国家讲得很明白，不论是上面的俄罗斯、土耳其，或者从下面来的埃及、伊朗、埃塞俄比亚，而且这个主帅是谁？这边说到了，他们要预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所以他知道哥哥心里面已经是要做大帅了，或者说你心里要有预备，你会是他们的元帅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会把这整个大军都带到以色列这个长久荒凉的山上。那你的这个大军兵，许多国的民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是一个就像暴风上来遮盖地面的那样子的人数。那这个是上帝的战略。这个战略是什么？是一个请君入瓮的战略，是神自己调动马各地的王哥格，将俄罗斯、土耳其的军队带往以色列。那这个是一个战备精良、武器齐全的大军。那埃及、埃塞俄比亚、伊朗也会加入这个大军，然后一起来拥戴哥格做这个联军的主帅。当神请君入瓮以后，列国就开始进入了神的网罗了。神在弥迦书说道，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，愿锡安被玷污，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。这些人他们所想要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耶和华神是可以被玷污的，耶和华神的百姓是要遭报应的。所以以赛亚说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所以当列国想要来看神的百姓遭报的时候，神说，我要让他们来看我的荣耀。那他们是怎么看法呢？以赛亚书说，他们会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集在监牢里面，跑不掉的意思。这些来聚集的大军，他们跑不掉，他们就像被关在监牢里面一样，他们是会被讨伐的。所以，对于要围攻圣城的列国百姓而言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得胜者，是一个能够践踏污秽神的圣山。他们是势力强大的兵团，他们是等着要看神的圣山遭到报应的，神的圣殿遭到报应的。那其实联军这些的想法和他们的策略，神早就知道了。神只是要等待一个最成熟的时刻，把列国像囚犯一样关在监牢里面，一起牢笼起来，好让他们坐在最前排观看神荣耀的作为。因为神要追讨他们长久以来所犯的罪，要追讨他们多日以来向神的亵渎。那这批人是意气风发，如暴风上来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但是弥迦书说，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也不明白耶和华神的筹划，是要将他们聚集，好像河捆聚集到河场一样。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的陷阱，他们不知道神聚集他们是要像在农田里面把河捆聚集起来，然后一次焚烧的这种状态一样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攻击以色列，是要将他击垮。其实他们不懂，神正借着他们的无知，策划将他们灭绝。神会怎么样灭绝他们呢？神形容这批的百姓，以赛亚书说，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，并使他困难的，
必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梦；又必像饥渴的人，醒了仍觉腹空；又像口渴的人，梦中喝水，醒了仍觉发昏，心里想喝。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亚利伊勒是耶路撒冷的别称。那神说，攻击耶路撒冷的敌军，他们做梦也不敢相信，自己原本是发动攻击，要使圣城陷入困境的，现在反而被攻击了。敌军正在想象自己得胜的荣耀光景的时候，却惊觉这个只是一场梦。然后又像是饥饿的人，他在梦中会觉得自己已经我吃饱了，可是醒来也发现，肚子怎么会那么饿？这又像口渴的人在梦里面觉得我喝饱足了，醒来以后头脑发昏，我还是想喝水。所以这种发动攻击的，我不是应该得胜的吗？不是胜券在握了吗？怎么我被攻击了呢？神说，凡要攻击耶路撒冷的，要攻破他的国防的，这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美梦。